小姐都蹲了3个时辰了，不会是掉进去了吧？纸啊，给我拿几张纸，快！小姐，那只是写字用的，金贵着呢，怎么能用在那地方？那你们平时用什么？侧绸啊，门后挂着呢。小姐您真病糊涂了。侧绸，竹板，用这玩意儿刮。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小姐，那可是姑爷亲手给您打磨的呢，说是怕您伤着，特意磨的光溜。姑爷，周淮安。是啊，姑爷待您多上心。很好，既然他这么喜欢磨，让他自己留着用。小姐，您去哪儿？那是姑爷的心意啊，去把他的心意全给撕了。知微性子软，这纸坊代管的事，我替他应了。知微，你不是在后院？在后院领受你的心意呢。周淮安，那种难用的烂竹板，才配你的脸。你手里那份也没用，婚书附契写的明白，沈家产业我自理，任何人不得代管。你这份契书从一开始就没效，沈家的纸，你一张也别想碰。侄媳妇儿，烧火都嫌呛的垃圾，也当宝贝。给我3日，若纸坊能靠这些料子出纸，且卖出钱来，纸坊的事按我的规矩办；若不能，代管契我签。好，3日后我们来看。有些事儿不是有股子倔劲儿就能成的。小姐，真要是这些料子，蔡师傅在哪儿？在后面江池边叹气呢。不是我们不用心，老东家也试过，出的东西，所以不用老法子。但也别信我一句话，每一锅料原料火候时辰出浆状态全记下来，把所有料子分开，竹子归竹子，稻草归稻草，废麻归废麻。这不混着蒸，纤维短不成形啊！正因为纤维特性不同，才要分开处理，最后再按比例混合。现在浪费的时辰，都是在赌我的时间，赌输了，纸坊易主。听小姐的，倒！倒掉。这可是蒸了2个时辰的。杂质太多，纤维缠死了。你看，竹屑没透，麻头胶质没析出，倒掉。按我说的分锅蒸，麻浆还粗，再磨。竹浆水分多，压。稻草浆可以。麻3份，竹1份，稻草2份。不固定，先试。纸的软硬全看配比。成了吗？还差得远，但这不是书写纸，这是另一种东西。小姐，你要做什么？春桃，给我来10刀，我先来的。小姐，不够卖了。那就多做。不能写字的纸也配叫纸？江州城里卖纸的铺子17家，能写字的纸堆得下水道都塞了。你弄出这个茅房里用的东西，拿出去怕都没人肯接。3日之约还剩1日，我去送个东西。这纸软是软，可客人要是知道是净手用的，会不会觉得晦气？每间侧房床头放10张，茅厕挂1叠，用完了前台再领。大小姐，这不收你钱。成，今天下午就放。你们茅房那纸哪儿来的？是我们大小姐纸坊出的新东西，我跑了20年的商，什么没见过。但凡有第2家客栈也放这个，我立马搬过去。这东西卖不卖？我买20叠带路上用。卖，我卖。嫂嫂，纸坊今日该结账了，收入照规矩送回周家公账。什么规矩？嫂嫂嫁进周家，产业归公账，祖上规矩。嫁妆册，官府存档。
婚书附契，官媒有副本。周公子要银子，可以去衙门重新拟一份。请回。我知薇，纸坊做的不错，但女人抛头露面传出去，周家的面子。周公子，你是来谈面子，还是来谈银子？她不肯卖，嫁妆册、婚书、附契全在手里，我动不了。周贤弟做了30年纸，有件事我比他清楚，纸厂能赚钱靠原料。废麻、碎棉、竹屑，他以为烂大街从我手上过，他不肯卖，那就让他再也买不到一根麻丝。他赢了面子，却不知真正的战争才刚要开始。原料是命脉，切断它。所以，这就是我们的新武器，也是唯一的生路。坐。小姐，还有2口，坐下。癸水来了。没事，我还能干。这是什么？废料，筛下来的短纤维太碎，抄不成纸。每天2簸脏，到了。沈姑娘，这没人要的，2文钱我师傅就谢天谢地了。清水泡洗3遍，第1遍去灰，第2遍加皂角，第3遍沸水煮透，摊竹林上晾至半干。外面的布套能拆洗，里面的新用完换新的，不值几个钱。私用的东西，干净比柔软更要紧。布套肥水煮过再晒干，内芯用油纸单包，换下来的旧芯包好焚掉，不能乱丢。小姐，你先用，今晚告诉我真实感受，不许说还好，说真话。小姐，张记麻行来话，明天起不再供货，城南郑家的碎棉也断了。刘叔，传话下去，从今天起，只放所有废料桶换成干净的，不许倒掉任何一根纤维。小姐，这是……我们要造的不再是纸了。不行，再忍一忍。52包，1包不能少。沈姑娘放心，县令夫人亲自点的。哎呀，茶水不烫。无妨，夫人，我更衣片刻。沈姑娘，多谢，举手之劳。那垫子真是纸坊做的，吸得快，不闷，没有草木灰味。纸坊副产品，2文钱1片，先2套，不要让旁人知道是我买的。若真好用，3日后我让人来取。新一样，布套料子不同，素雅布套，不绣花，只滚边，先10套，天青，滚月白，不急，货到付款，只有2个字：体面。谁？李府的，我家小姐让我来取垫子。那还赚什么？赚他们欠的情，赚一个沈家出品、女子放心的招牌。原料的事，该有个了断了。传话下去，从明天起，全城的废麻和碎棉有多少收多少，价格翻1倍。是。告诉那些掌柜的，谁敢卖给沈家，就逐出江州商会，永远。小姐，碎棉只够用3天了，废麻1两都没了。今天罗家跑了全城。罗世昌想用规矩买断我的路，但他忘了，规矩是死的，
人是活的，这些钱是你们的手一天天挣出来的，你们的手，你们的家乡，你们认识的每一个姊妹，就是我的新原料。他还在出货，原料呢？老爷，他好像不需要费麻了，他用什么？他不用商会的料了，他让那些女工把没人要的旧布旧麻全收回来了。从今天起，这叫废料回收点，破麻袋换柔纸，旧草席换柔纸。这种细棉布，裁缝铺当废料卖5文一筐，送到我这里不花1文钱。原料成本降了，让他罗世昌把那些废麻囤到发霉，因为江州百姓家里的破烂，才是永远清不空的仓库。老爷，沈家纸坊门口在收破烂，破麻袋、烂草席都换柔纸。收破烂是，全城百姓都往那儿送。他好像不需要费麻了。配方给我，3000两，纸方归我，你选一个。我选第4个，你走。小姐，纸方保住了。纸方一直是我的，从今天起，我也是我的了。从今日起，他是周公子，不是沈家的姑爷。谁再拿旧称压人，先问这张官印答不答应。东家，就算原料够，咱这些人日夜干，3个月也交不完。刘叔，河边那架水车一天能赚多少钱？水车？他用31个女工和破烂，但流水做了伏法，还差最后一块拼图。沈姑娘，说好3日交货，今天第4天了，30家分行等着开张呢。东家，库里的货只够交30%订单。停！姜没打透，纤维没散开，抄出来的纸厚的地方能写字，薄的地方一碰就破。不是你们手艺不行，是人太累了。东家，订单催得紧，咱们再熬熬，日夜赶工，总能熬到什么时候？熬累吐血，还是熬出一槽烂浆？全城笑话沈家纸坊只会赶烂货，订单再多也不能拿你们的命去填。这不是你们的错，是生产方式错了。小姐，天黑了，该回了。春桃，水车一天能转多久啊？只要河里有水，就能一直转吧？对，人累，水不累；人会生病，水不会。回去告诉所有工匠，好好睡一觉。从明天起，让水替我们干活。水车会转，不代表它会倒浆。水是活的，力道没个准头。水推叶片，力传到轴，这轴不直接连木杵，连这个头轮，轴转一圈，凸起顶一下杵尾，杵头砸浆，凸起过去，杵头自己落回来。给我15日，按图打铁件。15日内事机不成，我用3倍工钱补。工钱不用补，装不上转不动，不关我事。腰子再紧半分。东家，都装好了，水闸也备好。韩师傅，可要看？看。停！快停下！拿尺来。
再试。1个时辰，这玩意儿顶10个壮汉1天的功夫还不止。若这东西还能继续改，脂肪怕是真要换一种活法了。东家，仗打不过来了，食指没地儿搁了。东家，3天收了100多两重金，可这浆一直往外冒，超脂肪堆不下了。水太多，压榨力不够。把韩师傅叫过来。2个滚筒，湿纸卷进去，被夹着压过去，水分从董缝挤出来。压纸？你想让纸从这俩家伙肚子里钻过去？对，含水量降到1成以下，直接上墙贴，不用再一张张等阴干。纸太娇贵，压不好，要么破，要么烂成一坨。所以要控制间距、压力和速度，缝隙留3分。纸浆浓度我调过，纤维能承住力道。你上次试水车砸裂了槽板，这次压烂了就调整。职场走到今天，哪一步不是试出来的？今天我需要您把它造出来。工料呢？背了。走。东家，都装好了。没破，成了。不对，太薄了。缝隙太小，压力太猛，滚筒转速也快了，纸浆还没压压均匀就被硬扯。加大缝隙，转速降1成，浆料再兑半成水，纤维有更多缓冲空间。再来。这纸比我们压1天晾出来的还要匀称。还能改。这木头滚筒压多了，表面会变形，要想长久，得换铁或者更硬的东西。我知道，但现在1式金铁的价钱能买3颗百年老松，等我们自己能炼铁了，再换铁的。等攒够了钱，铁桶我帮你打，先用木头把路趟通，等你攒够了钱，我再帮你做。当第1条流水行业法开始转动，阴影中有人已经数清了每一个零件。停！这就是你画的东西？东家，我画的千真万确，他们就是这么装的。东家，木料纹路太糙，我们找不到一样细密的。这纸按样子做了，可以咬上就崩。重做，用最好的料。韩师傅，如果现在这滚筒坏了，您能立刻做出一个一模一样的换上吗？得量尺寸，比着做，再调。1天工。如果需要3根、5根，根根都能直接用，不用再调呢？那得靠老师傅手感，还得运气好。韩师傅，您摸摸，以后都先量这个尺，按这个模板和图纸做，做完再用这个验，误差不能超过半分。我叫他定样件。这么麻烦，老师傅手上一把恰尺，不比这个快？快，但只有老师傅有数。像这个，上次断尺您补好了，但下次再断，同一位置，您还能一样吗？韩师傅，您的手艺全江州找不出第2个，但咱们的机器不能只靠1个人，纸坊要转，将来要造更多机器，得让10个、100个工匠照同一个样子做出能互换的零件，一个坏了拆下换新的，马上能用。这个就是样子。有了它，一个学徒能做出老师傅的活，10个工匠能造100台一样的机器。我就麻烦手感经验，
哪是几把尺子能代替的？手感需要时间，规矩可以马上立。韩师傅，您信我一次，试一次，让学徒用这个模板做一个齿轮出来，做完您亲手量，亲手装。如果不行，这规矩我再也不提。行，让哪个学徒做？误差在半分以内，算不上天衣无缝，但能咬合，能换上。不错，这个齿轮是阿青做的，学徒1年装上去能用，所以真正值钱的从来不是一台机器，也不是某一个人的手艺，而是让所有人都能遵守的同一个标准。有了它，以后我们想造的任何东西都能赚起来。丁样剑，有了它，我倒是能多歇2天了。韩师傅，接下来我想把所有零件全部定尺寸，您觉得该从哪件开始？就从它开始，把滚筒的筒身、轴承座、调节螺栓全拆开，一件件量，一件件画图编号。标准力则人力可复制，手艺可传承。真正的护城河是规矩。规矩立了，但偷规矩的人永远学不会怎么守规矩。那根轴是学徒阿青按图纸做的，尺寸、硬度都达标。机器不管这轴是谁做的，只管轴的尺寸对不对，硬度够不够。尺寸对，它就转；错了，它就卡子。女工也能管机器？能，但定样片不是神仙法，它只是让10个普通人做出的东西尽量往同一个样子靠，差半分还能调。差1寸就要命。你看这里，厚度偏差是超纸时浆料分布不匀。那丫头有点东西，可她连纸都没怎么抄过。抄纸能学，较真学不来。韩师傅，零件都齐了？齐了。这网带是关键，你说让它能自动跑起来，带着湿纸走？试了才知道。今天下午组装，明天试车。行，我去把水闸再检查一遍。规矩已立，机器待发，一条新的河即将改写江州的水脉，而窥伺的眼睛也已描下了这条河的每一道闸门。网眼太粗了，纤维根本挂不住。网带用的不对，太脆或者太滑，没有附着力。姑娘，这铁丝网编不密，绷不紧，照这样下去，试多少次都一样。姑娘，我们以前织布经线绷得太紧，容易断，就换种编法。对，不是一根线拉到底，是经纬交织，互相借力。姑娘，织布的网纹路不对，布就歪，有的纹路特别结实。什么纹路？斜纹。裁缝婆子说，这种织法最耐磨，不容易抽丝。老韩，你看这纹路。铜丝太硬，编不了这么密。但如果有更韧的细铁丝，或者包了胶的麻线，不是试试，是要做成样子。按这个斜纹法子编，先编一小块样品。春涛，你和阿青教铁匠师傅怎么走线。听见没？去找材料，按他们说的编。行了，试试。最后一次，今天必须看到它走通，哪怕纸薄如蝉翼，哪怕只有1尺长，必须看见纸从网里连着出来。放闸。
真流出来了，纸像河一样流出来了。开闸。它不断，它不断啊！活了一辈子，头一回听见纸说话的声音。浓度再降一成，可以更柔。你看，能用，能卖。这台机器不能留。把今天所有数据抄2份，1份锁库房，1份我随身带。东家，12文一刀，利4文；7文一刀，利只剩1文半。库房还有3000刀，这是把银子往河里倒。老周，12文的纸，九州城里多少人买得起？200-300家，9楼客栈。7文呢？城南馄饨摊、城东洗衣坊、码头脚夫，200-300家还是2-3千家？东家高明。春桃，告示贴出去，散装7文，大包70，但别等人来买，一人背一筐，分6组去菜市景象码头换衣坊，试用登记，明日凭条来买。多少了？散装800刀，3家驿站、11家客栈签了长约，还有杂货铺问分销。记清楚，这是按订货和回购推出来的事，不是已经落袋的银子。账上要分3栏，已收、待交、可退，别让好消息把我们自己的眼睛蒙住。驿站价格，他们压到65文一包。签，稳定客户比多赚5文重要。江州纸业商会书写纸渠道占70%，科考公文校院商号，离了书写纸，谁都活不下去。告诉他们，谁再与沈之威合作，便不得经营书写纸。春桃，把所有揉纸的成本、工时、原料渠道重新核算一遍。是，特别是纸浆。城南刘记、城东宝汉、码头顺生全退了，还有永昌号。永昌号也退了。书写纸，江州1年交易多少？约8000两。揉纸呢？按现在月入已过400，一年能有5000。8000两的池子，10年没变；5000两的池子，2个月前是空的。炮车，春桃，长约册，我们走。若你被逼关门，预付全退，另赔1成，写进去。有了这纸，弟兄们跑长途士气都高了。小姐，24家驿站客栈，6条商队，还有城外2家铺子，全签了。所有湿纸搬进工棚。东家，生火能烤多少是多少。这纸浆都快泡散了，东家，这要是全毁了。没散，只是吸了水，现在烤干还能用。春雾，可是雨不停，外面的铁山去库房把所有油布旧帘子都拿出来，盖住能盖的。老周，算一下，现有库存加上这些，按新签约的量，够支应多久？省着用，最多撑20天。若是雨停得快，纸浆能重新按雨下1个月算。断供，逼不垮我，但断了粮草。沈之威在抢收湿纸，似乎损失不小。这天倒是帮了我一把。别站着，烤纸一张都不能废。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现在他一样都没有。行了，点火。接头用什么封的？黄泥加麻丝，老法子箍铁桶都是这么封的。铁桶装的是冷水，管子里走的是气。不漏，点火。
有热气了，管子热了，烘房里温度在涨。干了，真干了！成了，火在外头烧，热从管子走，烟从烟道走，成了。佳美，把剩下的湿纸全搬进来，趁热。小口子，没事儿，我回去拧一下。所有人退开，离红房10步以外，不许靠近。让我过去拧一下。这不是热水，是带压的气，它喷出来比开水更钻皮肉，一口就能烫烂一片，喷到皮肉上，一片就没了。你拿什么拧？拿手吗？纸没问题，路子是对的，但接头不行。黄泥加麻丝扛不住蒸汽的压力和温度，冷时不漏，热了就炸，得重新设计。小姐，今天不继续烘纸了？不烘。可仓库里还有，纸等得起，人等不起。小姐，刚才看见罗家的管事在巷口晃，盯着咱们烘房看了好半天，鬼鬼祟祟的。知道了，让门口的女工多留个心眼，陌生人不许进，机器可以慢，安全不能堵。按这个灶，今夜就动手。这纸面上全是灰，根本没法用。东家，我早说了，烟和热是一家子，分不开。有煤烟味儿，还有煤灰味。但热确实留在屋里了。热留下有什么用？纸脏了，这纸贴身都嫌渣，谁要？小姐，防疫官的伙计又来了，说官差明天就要看到样品。那里面还堆着几千刀湿纸，连续造纸机不能停，停了再开，整条线都得拆。我们等不起，等不起也不能这么造，纸砸了，咱们的命也砸了。热气往上走，但温度往下掉得很快。如果有一根管子，把灶膛里的热直接引出来，穿过烘房底部，再从另一头排出去。烟从烟囱走，热走管子，分开走。韩师傅，如果不用火直接烤纸，而是把热装在铁管子里，让管子发热，再把纸贴在管子上，能不能行？理论上能行，热传铁，铁传纸，烟不碰纸，纸就不脏。但管子怎么排，密封怎么弄，热怎么均匀，还有管子绕一圈，热肯定会散，走到后面温度就不够了。那就绕密一点，不止一圈，让管子在底部多盘几道。有意思。我先去算需要多少铁管，你想想管子怎么排才最省料，热才最匀。火不能进房，热可以。第一次尝试，废纸20刀，但有些人已经看到了铁管的走向。贴身柔纸报废，至少60%。若降成包装纸或回炉重打浆，还能救回一部分。真正全废的约20%。机器不停，纸就不断出，可往哪儿放？从哪一天开始发霉的？第3天就有人报过味道，
是我疏忽。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造纸的速度提上去了，干燥的速度没管。方逸成让我问，这月揉纸还能不能按时到？官差已催2回。契约白纸黑字，每月15交货，逾期3日赔1成。沈东家签的时候手等利索，别到履约就拿老天爷说事。沈姑娘，我是信你才签的约，你别让我回去没法跟镇上的人交代。7家催货，3家提了赔偿条款，停机不行。可机器不停，纸只会越堆越多。问题不在机器，在这一步。晾晒靠太阳，太阳不归我管，那就不靠太阳。干的。铜壶烧了一下午，整间屋子没有一丝潮意。小姐，灶房为什么是干的？因为一直烧着火。不是，是因为热，火在灶里没出来，但热出来了。火不能碰纸，但热可以。如果有一根密封的管子，里面走蒸汽，管子是烫的，纸贴在管子外面，纸不能等太阳，那就给它造一个不会落山的太阳。韩铁山，明天一早来整。干透了，不漏。桐油麻布垫比黄泥麻烦，还要青石板压边，但管用。真要让它自己喷气，让它喷，喷掉的是多余的命；不喷，炸的就是整根管子。准！成了，烘房重新启用，水不能低于这条线，低了，锅烧干，管子就炸。火不能太大，也不能太小，太大蒸汽太急，管子接不住。沙漏完一次就是1个时辰，漏完记1次。让谁记？要识字的，心细的，能按时辰轮班的，女工里挑。让娘们儿管锅炉，那火要是看不好，把纸放烧了咋办？就是。50出客，水位最低线上1指半，火力3块中煤，1天1次，蒸汽正常。快喝，水少了！我去叫春堂姐。谁先发现的？李嫂。为什么觉得水位低了？我交接时看了一眼，记得是这儿。阿和添了煤，火旺了，烧得快，就多看了一眼。你们做得对，发现问题马上喊人，不要自己瞎猜，更不要自己乱动。月底多领半个月工钱。这纸比之前还好。揉纸2400张，按月垫棉芯800片，比过去10天加起来还多300张。他居然把烘房做成了，去断他的煤，一根都不许卖给他。若滚筒本身就是热的，尺寸差1丝，铜管就废。这牌子留给以后所有接着活计的人。
开闸。滚筒1处3离2，2处3零1，3处3零1，出汁口3离，误差1丝以内。若不停机，1个时辰产量等于过去1整天。真热，热才能干纸。过去靠天，现在靠铁和火。够烧多久？满负荷开机。2天，撑不过后天50。临县。连门都没让进。府城有人肯卖，但是要现银4倍。4倍价钱，每出1刀柔纸，亏30%。沈东家，萧主簿，我听说你买不到煤了。城西南40里。有座废矿，煤层厚，储量大。我父亲当年也想造水车排这座矿的水，可惜没成。为什么废了？矿道涌水，日300时。前矿主用水车排了2年，越排越深，最后水车都泡烂了。矿籍还在观测，我能替你办临时勘验和租采文书，但有一条，每一次下井，每一次试机都要记档，出了事，我第一个上折追责。你也逃不掉。文书不到，矿口不开；支户不到，人不下井。我要煤，但不要拿人命换煤。你带着10几年前的旧卷宗来找我，不是为了劝我别碰这座矿。巡运司管河道税银，这几年年年缩水。罗世昌在抽利，我想查清楚。所以你需要一个不受他控制的人。你是目前唯一一个被他封锁了3次还没垮的。罗世昌断我煤，是想让我服软，但他不知道。他每断我1次，我就得往下多走1层。沈东家，我得提醒你一件事，那矿之所以废弃，不只是水多，矿主请过最好的水车师傅、最壮的矿工、最深的排水沟，全没用。当地人给他起了个名字，那矿不是矿，是一口填不满的水坑。填不满就先抽出1桶，只要第1桶水上来，这口坑就不再只归老天管。有意思。水深4、5丈，水是活的，有进有出。矿道入口在这儿，勘察记录画过，主矿道向北延伸2里，有通风井，水往低处流，最低点就是主井。蒸汽管从东侧接入，坡度放缓，冷凝水顺坡回流井底，减少管道积水。日排250担，从井底。对。密封怎么解决？井下潮气重，接口漏气，压力一降，活塞就推不动。多层密封，铜垫加棉麻浸油，还有冷凝回路。蒸汽做功后导入冷凝管，泡在水池里，变水再送回锅炉，省煤也减少井下湿气。冷凝管，你打算把这套东西下到那个黑洞里？井上组装分段下放，但前提是井道不能塌，要先下去看看。沈东家，我头回见像你这样的，拿全部身家赌一口淹死5过3个矿主的水称。韩师傅，水车是死物，管不住水；蒸汽机是活的，能控制压力、流速和程程。它不是赌，它是算出来的路。做气缸和冷凝管，至少800市斤金铜。买不起，流动银子凑，不够就卖特种厚纸。安悦店的订单推迟3天，空出的产能做厚纸，卖给书铺。小姐，真要赌这一把吗？春桃，你知道矿为什么叫矿吗？矿字拆开是实和广，但真正值钱的不是石头，是石头里藏着的东西。罗世昌决绝的断了煤，我就完了。但他不知道，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永远靠买煤活着。沈东家，这压力加压。听火！
沈东家，这不行啊！白费这么多铜料，就听个响儿。就是这矿就是无底洞，工钱结了吧，我们不干了。密封失效，铜垫片电和后太软，麻丝填充不均匀，活塞环材料太脆，高温高压下磨损，冷凝回路不畅，反冲了气缸。垫片不用铜，用最硬的青石磨片，两面涂漆布，铁箍压紧。活塞环用熟铁外包进鱼胶的细发布，冷凝管加长，铜里水换成活水。工钱一文不会少，今日留下的人另计双倍显银。机器失败是我的账，人若伤了也是我的账。那这矿腌了10几年，不是一天能抽干的。今天这台机器不是成品，是试验品。它的任务就是告诉我哪里不行，哪里要改。每一次漏气，每一次失败，都是路标。垫片用石头，这想法。最硬的石头比最软的铜耐磨。下一步关键是密封。还继续吗？继续。失败已经告诉我们下一步该改哪里了。沈东家，昨日机器炸了，今日又要试。工钱给的足，可命只有一条，弟兄们不是不干，是怕白白死在下面。今日不下境的人，工钱照发一半，路下修一户盘料，照计件另算。以后矿山进锐，先扣设备、施户伤病抚恤，余下按出工和贡献分红。出工1天记1分，发现一处隐患记10分，年底按总分分，账册全公开，谁都能查。东家，这话写不写？写，贴在井口。往后我若不认，你们拿这张纸去告我。石头真能行，铜都顶不住，青石再硬也是脆的。铜软会变形，所以密封失效；青石硬但脆，所以两面要涂漆布缓冲，外面铁箍从外部均匀压紧，把力卸到铁箍上。这次气缸内壁要磨到能映出模糊人影，粗糙了，活塞环磨损快1倍。得加钱。加，废料堆里旧腿锅破犁头都拉出来回炉。我要最硬的熟铁打活塞环，外面裹鱼胶细麻布的事交给女工，她们手稳心细，带5个手脚最稳最细心的女工来，用青石切片，两面刷3层漆布，做100个，每个背面用炭笔记上编号。小姐，石头切片有何用？做坏了机器，下次它就不会再坏。沈东家，那个木头横梁，我们几个看了看，底下打桩的土好像有点松，要是再试，力气一大，怕是撑不住。你们觉得该怎么加固？底下再打2排木桩，用榫卯卡住横梁底座，旁边斜着撑2根原木，3角最稳。照你说的办。需要多少木料？找账房记账。加固好了，每个人额外赏3天工钱。晓得了。点火。活塞下沉，意味着力量成功传递，但水真的会上来吗？井下那无尽的黑暗，会回应这来自地面的持续不断的钢铁叩问吗？东家，快50了，里面一点动静没有，怕是真停了。不急，让他的骨头再硬一会儿。没驾！东家，这是？走。3200市金，已验收入库，够纸坊满负荷烧1日半。按咱自己矿的试采成本，比罗家4倍高价低了2成，
若要稳定供煤，还得继续清矿道、铺轨、做湿护。还有水汽。第一批煤刚出井，潮火不稳，不能全塞进锅炉，先混旧煤烧。炉房记录每一天火色和气。告诉矿上，能进锅炉的进分锅炉，火力不稳的留给普通灶。碎煤和湿煤单独堆晒，别为了赢一口气把锅炉烧坏。另外，罗家煤行、孙记煤寨，还有另外3家跟风的煤商都派人来问了，说价钱好商量，能不能恢复供货？告诉他们不需要了。是。等等，去贴个告示。沈氏煤矿试采出煤，即日起优先保障本坊生产，余煤限量供应已签长约之作坊、铺面，现银交易，按户现银，先登记后提货。沈东家，您这煤真按告示上的价卖？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质量诸位可以看看。这是用我们自己矿的煤烧的锅炉蒸出来的纸。沈东家，我王老汉给你订半年的，我也订，以后染坊的煤就认沈家的。可以，但有一条，试采期内每户限量。诸位定下长期契约，我保证不断供不乱涨。可若日后有人再想跟着别人一起抬价断我的路，那这份长约自然也就没有了。这第一车煤解的是燃眉之急，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了不用看任何人脸色的底气。告诉矿上加快清理矿道，组织下一轮开采。告诉机械作坊先别急着给他取威风名字，把矿区村如让车、刹车链条和锅炉值守坐稳，能稳稳跑1里，再谈跑10里。再告诉码头那边，至于船先只立项不开工，把水上的账、煤耗、锅炉风险都算清楚再碰交。罗世昌的惨败报告与煤商的哭诉，此刻正被快马送往府衙深处。那位隐而未发的知府会坐视这种局面吗？差点就……小姐，矿上赵管事送来的，问您得不得空去看看。承重柱角度不对，绳槽深度不够，还有这里必须加固。吊筐百官能撞它紧闭，让赵老四按这个重做。今天我要去。昨天让你加的鞋撑呢？东家，赶工嘛，先将就。换新绳，加棕水皮防磨套，所有吊具每日检查有毛边，立刻换。紧闭支撑每日敲击，空音的标记出来。做不到，今天别出煤了。东家，耽误事啊，罗家还在看笑话呢。钱重要还是命重要？煤挖出来是死的，人活着才能一直挖。今天魏快1刻钟用引换绳子，明天掉下去的就不只是一筐煤。章怎么样？梅大师，今天这事记为矿山事故记录第1号，不是为了罚谁，是为了让后来的人知道哪根绳、哪段坡、哪处事故差点要了你的命。去直坊找春桃领2天工钱，养好了再回来。下井前让赵老四教你检查绳索和支撑。东家，韩师傅，快看！东家，这不生矿那么简单。封上，铁矿不同煤矿，私采铁矿，轻则抄没，重则按私铸军械论罪。封洞可以，开采不行。这座矿我查了3年，前矿主是被罗家逼死的，完整的矿道图纸在我手里。那就先封存、绘图、登记，等勘验文书和官府批废下来，再决定动不动这一脉。按原样封好，只留通风口，派人日夜看守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图纸标记位置，记录发现时间。韩师傅，你说，如果要造一种能自己走、力气比牛马还大，还能拖着很多东西的东西，最关键的零件该用什么铁？复工可以，按我的规矩来。东家英明，我就说。第一，全矿所有绳索今日全部换新。第二，各作业面紧致，由各部关工自行敲检查，空音裂痕区域红漆标记，优先加固。赵老四、韩师傅验收。第三，实行3班轮换，每班连续下井不得超过4个时辰，设立设备异常都必须记档，隐瞒不报重罚。东家，这得费多少人工？没挖出来是钱，人出事赔出去的更多。人心散了，再厚的天堂也挖不动。绳子外面看着还行，里面早就沤烂了，再用2天，光是自重就能把它拽断。东家，俺昨天还嫌你耽误功夫。每卷旧绳都拆开检查，
记录磨损，尤其是内部。我要知道绳子是怎么坏的，哪里先坏。这些不是废料，是教训。今天不挖煤，把旧隐患清干净，把新规矩立起来。东家，韩师傅，俺们老家伙在这矿上干了大半辈子，这条老矿道挖到头是石头，颜色不对，发红，特别沉。当年老东家不让挖，说那不是煤。宋伯，这份图现在拿出来，图什么？俺们就图个念想。这矿以前姓沈，矿工们的日子没好过过，俺们不怕累不怕苦，这图就当俺们交个投名状。图我收下，就不能当摆设，后续勘探按规矩来。图我看了，深处可能有东西，不是煤。现在我们的事儿是把这座矿变成一个能让人安心下井、平安回家的地方。绳索定期换检，轮班必须执行，事故必须上报。这些不是为了管着谁，是为了让柱子昨天那样的险情不再有下一次。矿山的收益一部分要存起来，专门用于更换设备、加固矿道，剩下的部分年底核算。除了工钱，另有分红。矿山是大家的饭碗，碗要端稳，不能光想着往碗里扒饭，不管碗底漏不漏。今天停工是亏了些钱，但买来了更结实的绳子、更牢靠的支架和买来了以后可能用得上的另一条路。东家，这图上的走向，如果那红色的东西真是铁矿，咱们纸放的锅炉以后可能要造得更大。今天省下的每一根绳子，加固的每一寸紧闭，记住的每一条规矩，都不白费。先造一个安全的矿，然后才可能造一座电铁的炉子。动了，真动了！你量的是外侧，不是内侧。矿车轮子卡的是内侧间距，你量外侧铺轨，轨距自然就宽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量的位置不一样，做出来的轨距就对不上。这是量尺，以后量轨距只用这一根，谁铺轨，谁用这把尺。俺重新装。1200市斤，用时1刻钟。以前呢？背煤同样分量，来回2趟，折腾1个半时辰。现在拉1趟比背10趟都多。以后还会更快。等轨道先铺到矿口煤棚，中间不再靠人背，一车煤从矿底到棚下能省大半时辰。够了。你怎么？码头帮的人，按律蓄意毁坏民业器具，危及矿道行车，杖60，徒1年。明日送县衙录供画押。跑啥？东家说了，今晚有人来送礼，让俺们备着，俺最擅长干这个。东家，这帮人今晚来撬轨道，明天会不会来烧矿？偷煤？咱们的煤长腿出去，也得先跟东家打报告。萧大人，这不只是撬轨道。撬轨是明面，想吓人，逼你们停工。真搞破坏，会抹油。罗世昌沉不住气了。是有步骤的，先试探，见防备严，下次就来硬的。萧大人，这3人蓄意破坏生产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依律当如何处置？蓄意破坏民业，按大周律，杖60，徒1年。若造成伤亡，罪加3等，得先送县衙录口供。口供怎么录？您定。我只要一点：目的、指使、下一步计划，问清楚，白纸黑字，签字画押。自然。我想批您做协理，按月付银，但有一条，所有章程记录必须依法拟定，依律存档。可以，但我有我的规矩，一切按证据，按程序。正该如此，证据和程序
比某个人的拳头硬。行，人我带走，口供明日午时送到。等等，回去告诉罗世昌，轨道我铺了，矿车我造了，他要打生意仗我接着。我不介意让他看看什么叫按规矩办事的麻烦。宋伯，看出什么了？东家，撬的这几下有讲究，不是瞎撬，专找城里最弱的接缝下手。这人以前怕是干过铁匠活，或者修过车轴。码头帮的人没这手艺，打架斗殴在想，搞破坏没这手艺。停火！快！你抽水抽得好好的，折腾这飞轮干嘛？蒸汽能把水抽出来，能不能像河水一样转起来，带动别的机器？沈东家，打铁看火候靠手感，你这画的再精细，铁到了火里它不听话。我要的是10个零件里9个半能互相替换，直接装上就用，不用再一个个打磨。是说我的手艺还不如你这些死线条？你的手艺能让铁变成铁，是想让铁变成可以被所有人使用的定样件。老韩，咱们要做大，就不能只靠你一双眼睛一双手。我做，要是装不上，别怪我。连杆曲轴连接处，铜度再浇一次，误差超过1丝，重磨。材料不行，这熟铁扛不住，齿根太脆。不只是材料，这里受力不均，图纸上标的铜包度，加工时可能有偏差，哪怕只差1丝，转起来力就散了，全压在最弱的地方。沈东家，你画的这些线、这些数是对的，是我们造出来的东西配不上你的线。问题不在原理，在于我们造机器的机器还不够硬，不够准。想让蒸汽转起来，我们得先学会怎么造机器。王师傅，你这齿轮牙距多少？我按手感的。李师傅，你呢？我看老王打的，觉得差不多。赵师傅，我这最准，肯定能用。咪字 2.5， 齿数18，压力角20度。图纸上标的梅字3，齿数16，压力角15度。差了多少？自己看。不可能！我打了40年铁，眼睛比尺子还准。那你量。沈东家，齿轮的事能不能再商量？铁匠打东西从来就是看火候、看手感，不讲究。所以3个齿轮没一个能用。你们跟我来，这是模板，齿轮的每一颗牙按这个磨。能卡住？卡规是定死的，铁料磨到刚好卡进去，尺寸就对了。卡规本身做歪了呢？问得好，卡规要做3把，互相校验，3把都卡得进去，尺寸才算合格。沈东家，你要我们扔掉打了40年的锤子？锤子还得用，但怎么落多少，要按规矩来。让更多人学会，那我们算什么？教会徒弟饿死师傅？恰恰相反，一个老师傅病了，活儿就没人接；一个老师傅走了，手艺就断了。你们是大师，可你们是风险。我需要的不是3个独一无二的齿轮，是30个、300个一模一样的齿轮。还有一件事，罗世昌出3倍工钱，把城里能打铸铁剑的师傅全挖走了。罗世昌抢的是师傅，我要造的是师傅的规矩。秘技只传一人，一人不在，技就断了，这是旧规矩。我要立的新规矩是，只要识字，只要肯学，严格按模板操作，任何一个学徒都能做出合格零件。行，这叫合格，这叫不合格。
回炉重做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，但能保证简单的事一次又一次不出错，这才是最难的。老韩，工坊的事你来统筹，规矩我来立，场地、人手、工具3天之内到位。东家，不好了，罗家把城里所有的熟铁都收走了，咱们打齿轮的料只够做3个了。那就先做3个，剩下的去乡下旧犁头、旧铁锅，回炉重炼等等。精度检测台，零件先上这个台子测，指针偏多少，一目了然。你脑子里这些玩意儿到底从哪儿来的？老爷，沈家招了一批散工，说是要建什么机械作坊。散兵游泳能翻出什么浪？可韩铁山也在。有趣，沈之威这是要自己造人了。盯着他，我要知道那个女人到底想造出什么样的。转了，飞轮真的转了。没卡，没裂，没偏。老王、老李、老赵，你们说手艺是看手感、看火候。现在看看这8个16、17岁的娃娃，用一套卡规、3把尺子、几块木板，做出了能让飞轮连转300圈不停歇的齿轮。沈东家这套是手艺，是能养活一座城的规矩。零件从下料到成品，每一步都记。将来飞轮要换齿轮，照册子上的尺寸和步骤做，不出3天，新零件就能到位。那我们的活儿，你们教规矩，查记录、验零件，手艺不用丢，但得变成册子上的字、卡规上的数，让100个学徒照着做，能做出1000个合格齿轮，这才是你们这门手艺真正的根。行了，都别杵着，飞轮转起来了，就试试带整条生产线。顾许安的船也过临县，听说这回专查江州河道税银，裴府这几日夜里都亮着灯。老爷，不好了，沈家的飞轮转起来了。叫那几个师傅来，学徒能做，你们做不出。看来3倍工薪买不来真本事，买不来就只能偷。告诉码头帮派，我不管他们用什么法子，3天之内，我要沈家工坊里每一张图纸、每一个尺寸、每一个规矩都变成我们的。阀门！水车没动，木船却在动。这以后不用看老天爷脸色了。不用，锅炉只加半水，蒸汽机降速运行。降速？那产量得砍一半。这样耗水量只有满货量的1/3，挑来的水能撑到天黑。强行满货量，轴件会磨坏，撑不过2天就得大修。力气真能像水龙头一样拧。记好压力、温度、耗煤量，摸清他的脾气，他才好好干活。行，但铁疙瘩闹脾气，我得随时来问你。随时。小姐，歇会儿，等蒸汽机稳了，矿区那些积水也能抽干。只要煤够、水够，它就能一直转。东家，河水矮了一截。上游有人截流，不是偷图纸，是掐喉咙。沈姑娘，纸坊遇上麻烦了吧？商会不忍见此，签了这份托管合约，工人工钱我们担了。志威，罗会长已经给了台阶，你签了，沈家的旧账我还能替你遮一遮。你若不签，别怪旧日情分也保不住你。他能让工匠女矿工都听他的，可我读了10年书，埋到头来是沈家姑爷4个字。今日我偏要证明，我只是不想永活在你的影子里。罗会长驻巴截流，按律该怎么判？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那没什么好说的。韩师傅，
点火！用水桶，用缸，先挑水灌满锅炉和打浆池，生产线不能停，用它。 这纸留着擦机器吧。韩师傅，你怎么看？铁脆了，内部积损过重，一下子就崩了。蒸汽机的动力它承受不住。这根轴是上次水车事故换下来的旧轴，当时就磕出暗伤了。我想着凑合用，没想到蒸汽劲儿这么大。不只是铁，看这儿。 磨损深浅不一，螺栓孔位都行了，安装就有偏差，长期受力不均，质地疏松，含渣多，冶炼锻造，工序就不标准。东家，轴断了，换根更粗的不就行了？整这些虚头巴脑的。换多粗，什么材质，锻造工艺改不改，螺栓全距变不变？你换了轴，旁边的轴承做飞轮连接至受力都变了，要不要一起换？换了新的能用多久？下次再断在哪里？你算过吗？老师傅的经验宝贵，但经验装在脑子里没法教给新人，也没法防止下一次意外。 今天断根轴，损失几日工时。明天若是锅炉出事，毁的就是整座厂子，还有所有人的命。东家说的在理，维修班我来带。你们几个别觉得委屈，跟着学。记录组一定配合好，该问的问，该记的一字不落。第一，所有操作工分批重学安全规律。第二。 韩师傅成立维修班，首要任务是巡查记录。第三，春桃组建记录组，为每台机器建立病历、部件更换、维修过程全部入档。第四，清理出来做零件仓库，旧件新件全部入库存放，贴好标签。这根清洗干净，放进仓库最显眼的地方，让每个进来的人都看看，不检修没标准的代价。以前觉得把铁器做出来就是能耐，现在才明白，让铁器一直好使下去才是真本事。 想造好机器，得先造出更好的铁才行。顾巡案的船已到临县，裴世安封场是在巡案入江州前，急着把罗家爆炸与工坊乐炫押成一桩审视危险器械案。东家1个月停4、5次，一次折损160两，1年下来购买2台新机子了，这账怎么平？笔给我。这3根轴，今天检查时发现的。如果不停机，10天后必断。10天内我们少产多少纸？你算。春桃，记录里轴件磨损什么规律？回东家，编号蒸汽1号机，轴第3根，从安装到出现明显磨损，平均周期28天。 磨损位置都集中在这里，这是规律。规律不是赌运气，是按已知周期做预防。韩师傅，第2、5天提前换这类轴会怎样？不会断，厂子不会停，人也不会被砸。今天检查43台设备，发现17处隐患，其中至少6处1周内会出故障。6次故障，损失多少？你自己算。这叫花小钱赌大窟窿，记清楚。韩师傅，新旧2轴区别在哪？杂质多，硬度差。新轴用的背烧铁料，颜色就不一样。差别是手艺还是煤？主要还是煤。咱们的煤直接挖来用，温度不稳，杂质烧不净。我听说外州铁房用一种黑煤，焦炭。煤经过密闭干燥，去掉杂质，得到的产物轴件容易磨损。根本原因不是设计，不是安装，是材料本身就不够硬。我们需要一条新产线。焦炭试验第1炉，时间记，温度、火焰颜色、排烟变化，每一刻都记。这一次，我们不只是修机器，我们要改造这座城市能生产什么。好。这么高的炉温，要是能烧硬铁，
不对，密封没守住，空气从裂缝钻进来，没直接烧成灰。观察孔下沿裂开了，我昨晚抹的黄泥太薄，热一胀就裂了。我就说这法子不成。韩师傅，如果这炉没漏气，会烧成什么样？煤在密封环境里闷烧，硫和杂质会变成气体跑掉，剩下的就是焦炭。道理是这个道理，但你没试过，我也没试过，失败一次就放弃，那咱们这厂子早该关门了。重漆，第二炉我要做到一丝风都不漏。这个能随时控制炉内进气。明白。温度差不多了，焖一夜，明天看结果。成了。成了，韩师傅，这个拿去锻牢里试试。杂质少了不少，炉温也稳。这种铁比从前硬，也更听锤子的话。可要说铸齿轮不崩，铸链条不断，还得一炉一炉试。先取3块，登记来源。不开矿脉，只做勘验试烧。若这铁能用，齿轮和轴就不用再全靠坏购。东家，那旧矿区挖出来的那些带铁锈色的石头，送几块去铁匠铺，用焦炭烧。去把萧成策请来，还有，派人盯住周家。周淮安。点火！漏气了，堵上！用泥！开阀！哦！快关火！停机！不是有问题，是害命凶器，还要谋害同行。罗老爷，这图纸是您自己拿的吧？照着剑就炸，他做了手脚，必须封了他的工坊，严加审问。道理在您这边，不是我要说他害人，是江州23家房主都怕他害人，去请人联名，机器一炸，伤的是罗家，规矩一立，断的是所有老房主的路。不能全给他们，会炸死人的。小姐，昨天收工我明明锁好了。不怪你，工具没动，半成品没碰，淬火池边的铁料也没少，他们只拿了图纸。罗世昌等不及了，要拿着几张纸立刻造出能转的机器。春桃，去通知韩师傅，今天所有焦炭工序暂停，把上月报废零件清单、维修记录、失败签样品全搬到前院。要做什么？备礼，送给罗世昌一份大礼。小姐，罗家说咱们图纸害人炸了，现在知府的人来得比想的快一点。他们敢乱抓人，我们就……韩师傅，我们讲规矩。有商户状告沈氏工坊器械伤人，案例先封存涉案工棚，待工房司勘验后再定责。偷来的火会先烧掉谁的手？韩师傅，带人把工坊里所有带编号的零件、组装记录、安全把测试日志按顺序搬到前院。去账房把我名下所有工房近3年的纳税契书、雇佣花名册、月界工钱账本全部取来。其余人该干嘛干嘛。封的是门，不是你们的手艺。工具收拾好，场地清干净。东家，他们凭什么？凭一纸诉状和知府衙门的印，但诉状要讲证据，印也要盖在礼上。看，这份报备比罗家得到图纸的时间早了1年。
小姐都在这儿。今日封场，因罗家诬告我坊传播危险器械，此事需在公堂辩白。我不需各位去衙面前吵闹，更不可动手。但若是有人愿以公坊伙计、学徒、匠人身份，依江州匠户联名缠亲之力，向知府衙门递一份陈情书，说明我坊平日如何做事、如何定规、如何保障安全，我沈之威今日在此记下每一份义气。老汉跟机械打了30年，就没见过比这更讲规矩的工坊。现在该去讨个说法。民女沈之威有要事面见顾巡安大人，事涉江州工坊安危、匠户生计，更有知府衙门滥用封条之嫌，证据在此，人证在外，烦请通传。民女不仅辩威，更要陈庭。江州所有工坊需立统一安全之规。心境到渗水，得赶紧告诉韩师傅。东家算出来了，草料、豆饼、马夫、工琛，一天省2两银子。这车就是不下蛋能天天省粮食的铁鸡呀！东家，韩师傅让我捎回来这个。韩师傅说，照这磨损法，这链条顶多撑1个月，这珠子有的都磨扁了。那就先不用钢珠，前轮轴承改青铜套，勤上油，勤换，慢一点没关系，先让它活着跑。受力不均不是磨损，是材料疲劳，它会从内部碎裂，毫无征兆。今天省的银子够打几颗能撑过3个月的钢珠。此物驱动，若换以蒸汽之力，2轮不行，它要自己立稳，得3只脚。先造箱轮，慢一点，稳一点，能拉1筐煤，比跑得快更要紧。能造出合格的轴承，才是真正的路。沈之威，有人状告你仿器械伤人，本官先封存后勘验，是按例行事。今日带这些零零碎碎来，是要本官未查先放。民女不敢，民女是来承敌证据，自证清白。这是机械工坊开业至今向江州税曹缴纳的每一笔税银契书副本，共计37份，足额无欠。这是工坊所有匠户、学徒、女工的花名册及月界工钱账本，在册143人，涉及江州46户。大人，他血口喷人！罗家事故当日，在场3人证词，皆指认操作工按压过泄压阀位置，但督促无法。图纸、税银、工钱、检修记录、操作规范、事故证词，民女所呈皆可查。下官奉巡运司令协查江州工坊安全事务。巡运司已封罗家事故现场残件及人员笔录，初步勘查，其事故原因与沈氏工坊所说高度吻合，缺乏限压装置，关键部件材质低劣，操作无章。根据第7条，沈氏工坊已提供完整安全记录，封禁依据不足，下官建议立即解除查封，所有证据巡运司将同步备案，此案需上报公布。未经勘验，不得新增锅炉、载人车辆及高压器械。至于立规之意，非你一介商话可妄言。退堂！门开了，东家赢了。不算赢，只是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东西经得起查。东家，接下来咱们……我需要你做样东西。这是个啥？链条，用来传动的链条，它能让力量拐弯，能让机器不再被一根轴拴死。东家，这销子不是松了就是紧了，没法打。销子钉死，链就死了，2头铆死，中间留活。活头动了，他真动了。记下来，从矿区到纸坊单程1个半时辰。是，那得是神仙。不用神仙，用齿轮、链、轮子。东家，这是马车？没马，人坐上去，脚踩踏板，链子带轮就走了。
太重，转轴也死，轴承是死的，得改。东家，这玩意儿咋骑？坐上去，脚踩曲柄，链子带动后轮，车就往前走。东家，2个轮子前后一条线，如何能立住？它靠的不是站着，是动着。你们试试，空车推一下，看它能不能自己立住一息。没人扶，他自己就倒。东家，这道理说不通。你刚才坐上去，车还没动就歪了。问题在于人上了车，车就死了。车是活的，人上去得跟着它的动势走。稳住了！车架太重，转向太死，脚踏位置也别扭，摔了才晓得哪里不对。车架换薄壁空心铁管，转向轴上下各加一个铜套，中间留缝。踏板全顶轴线再往后挪2寸，轮子削窄，轮沿包牛皮。空心管受得住。焊上，再加2道横撑，拆了重做。你刚才那一下直了。空心架轻，转向活，人挑起来容易。真能跑起来？靠人踩跑不远，得想办法让它自己能立得更稳，人踩得更手力。轴承。东家，这玩意儿就得是大家伙，你非把它捏小，他脾气就来给你看。排气不畅，气缸小了，密封反而要求更高，不能照大图纸硬缩，得重新算。他真能自己转稳当了？还不算稳，但至少他能呼吸了。哎呀，别动，还没载重。动力损耗大，齿轮箱还得优化，刹车必须加上。成，这3轮怪兽真能拉货？能，它只认煤、水、规矩和检修。明天把矿上急件清单拿来。河道税银3年累计2万7，江州府库练收不到4000。差额呢？裴世安填了自己亏空，再把亏空转嫁商户。罗世昌能动用水源煤炭码头，靠的就是这条暗线。码头账房吴账房手里有一份副本，在后院账柜里，但最迟天亮，这副本就会消失。我查这本账3年。沈东家，我不是来借你的手出气，是裴世安这条暗线已经把江州每一条水路都勒住了。河道的账不能烂在水里，成策，记住，河道的账不能烂在水里。我来江州不是为了做清官样子，我是来把这笔账查到底。我需要一个人不被怀疑，走正门进去。包装材料采购，每月初3、13、13、23去码头账房对账，后天就是。吴账房认识我，您说过，机器只认操作，不认男女。我以核对上月木箱损耗为名进去。吴账房这人我熟，他爱贪小便宜。上回我送他2包柔纸，他高兴的什么似的。这回我把账册里加几张空白页，账房后院的账柜钥匙我上次就留意过，挂在他腰间的第3把。你被发现怎么办？不会，小姐，我现在不只是端茶的丫头，我是沈氏工坊的账册管事，我不能永远只躲在您身后。你进去只做2件事：一，找到副本；二，拿不到就立刻出来，不要硬来。如果周淮安出现，躲；出了事，吹响他。我和萧大人会到。东家，他真能自己跑？抓好。真不用喂，不用歇，只要有人按时添煤加水，他不挑草料，也不踢人。稳当，就是慢，可慢点比俺自己扛着口强10倍。
第一，专人驾驶检修，闲人不得乱碰。第二，每日出车前检查锅炉水位、阀门链条、刹车。第三，限速，厂区最快就这个速度，出了厂门更得慢。第四，加煤加水，定点定时，记录在册。记录还要记？什么时候添的煤，多少水，跑了多少里，哪里有异响，哪里磨得厉害，都得记。下次检修就按这个来。三轮车从最让人议论的新奇玩意儿，变成了厂区里最让人又怕又离不开的试验车，能拉货也会陷泥，不吃草料却吃煤。纸、水利机械、煤矿、蒸汽焯水，现在是能跑的机器。水车绑在河边，炉子困在屋里，这东西能跑。今天从矿区跑到工坊，明天不能让它继续造下去。传话给罗世昌，还有城东几家大车行、骡马行的掌柜，该让他们知道点事了。明天记录加一项关键部件温度，尤其是齿轮箱和气缸连接处，还有刹车偏磨损量。今日3趟，链条松1次，刹车发热2次，锅炉补水4次。侯三儿说他能干活，但脾气比马还难伺候。难伺候，就把他的脾气记下来，能被记录的毛病，才有机会被改掉。春桃，我这是在救你。裴知府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，东西交出来，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。你是聪明孩子。跟沈之威多久了？12年。可他终究是个外人，周家才是你的根。姑爷，账房里真的没少东西。还嘴硬。搜！你到底拿没拿？姑爷，您还记得我进府第2年您给我改的月前账吗？什么？账册上500文，实际到手300文，缺额200文，您拿去请同窗吃酒了。您当时说春桃年纪小，用不着那么多钱，先替你攒着。我这人性子轴，攒了12年，也没见您还我。胡说八道，那是……姑爷，账房没少东西，您可以扣我，可以搜我，但东西我没拿。沈氏工坊的人不偷不抢，我们只认账本和规矩。把萧大人的令牌带上，送往顾巡按船上。若胶州挡不住，就让朝廷看看什么叫旧账，什么叫新规。